个大家都知道说，比如说现在是铀235是最普通用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核燃料嘛。它事实上还有一点就是说，基本上核能发电厂用的核燃料，它的浓度是远低于原子弹、核子弹的浓度啊。好，那这个浓度都很低啊。这个是铀235哈 ，OK， 铀235就基本上它是蛮大一颗，我们讲过比较大颗比较容易分裂。好，基本上它的什么产生能量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的那个方程式啊 ，mc 平方啊，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量测出来，比如说基本上我铀235分裂之后，我的能量损失有多少，再乘以什么样 c 平方，所以这时候质量就不守恒，是质能守恒了，所以你就可以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把它的质量差乘以 mc 平乘以 c 平方，就是我得的能量了。我们来算一下多大。你看这个铀235，我们知道它怎么核分裂的，就是撞一颗嘛，对不对？用中子撞嘛，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用中子撞嘛哈。电子太小颗了，质有斥力，打不进去，那个电子会被吸进去，但电子质量太小，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用中子嘛，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这个是它的反应方程式，下面是它的质量，它呢。之后的话，质量很小哦，它质量只少了这个小哦，这个去查一下这个单位非常非常小，但是呢，一旦乘以什么样光速的平方，就变成这么多了。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这样记得，同样质量的核能跟同样质量的火力能差了100万倍。就是这样子，你就大概100万倍这个数字就好，就是说同样质量的核能跟同样质量的火力能差了100万倍，所以说差了6个 order 了，6个 order， 哎，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最后你在储存、运送的时候的一些过程。好，核分裂跟核融合大家也都知道嘛，哈，核分裂就是让大的变成2颗小的，核融合是2颗小的变成1颗大的。好，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核融合的什么样？核融合它有个好处。它都在小原子、小分子上面做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辐射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辐射都是怎么样？一般都比较大的那个，当然，但是它辐射的问题比较小，而且呢，我们讲说它的能量比较大，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每个原子叫做 binding energy， 叫做什么间接能或什么叫分离能还是什么样？反正 binding energy， 这是它的整个，这是原子序啊，它的能量，你可以把它视为是说。他们净放出来的能量，就是之后的那个能量，那个 binding energy 减掉之前的能量。所以，如果以235来讲的话，它之前在这个地方，你把它怎么样变成2颗90几根，刚才是变成多少呢？好像变成两颗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相减起来，它放出来的能量是正的。所以呢，你可以做核分裂最大的那个什么最大的原子序是在什么？大概在铁跟镍这中间，这个最大的值。所以比铁跟镍大的，基本上你只要做核分裂的话，会得到能量。但是当然你要怎么让它分裂，或是能量到底有没有消掉是一回事了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以下，你适合做核分裂；在这个地方以下，你就适合做核融合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把小的，比如说你把氢变成氦，你是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呢，它斜率很大，有没有？它斜率很大，那边的斜率还不怎么大，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在这个地方做核融合的话，辐射的问题会被减少，然后能量会很大。太阳都是核融合嘛，只是核融合现在有在研究啊，对不对？那有没有研究成功？上次不是说有一个革命性的，好像我几个礼拜前才讲的嘛，哈，就是说真的做出核理论上能量要放出很大，但是实验室里面以前都做出是负的能量，最近才做出一个正的能量，但是那能量还是很小，不能用。那最起码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做出跟理论比较接近，它能量是正的，就是放出能量，而不是就是你要给它还是要给它雷射光啊，激发它，你要得到我们讲原子弹跟核子弹有什么不一样？原子弹就是这个。核分裂做出来就叫原子弹，核融合就做出来核子弹，所以原子弹比核子弹，那核子弹比原子弹能量大，但是核子弹要做核子弹之前，你要让它融合，你想想看，你要2个氢原子要把它挤在一起，要需要多大的能量？所以基本上
核子弹里面都有个原子弹，用原子弹的能量来触发核子弹，那核子弹就放出很大的能量了。就这种讲说，你要让它点火，你要先给它点火就对了啦。啊，所以那个点火那一把就是什么？就是原子弹这样的。那之前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给它能量，结果产生出来的能量产生出来的能量就比你给它的小，跟理论不合。在几个礼拜前才做出实验室等级，可以让它做出那个什么能量很大的这样子。不然的话，你看现在那个什么法国在做，欧洲在做那个核融合，做了很多啊，但是问题是都是还不是还那净能量还是都是负的。那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真的核融合做成功了，那么大的能量怎么办？自从人类知道用火之后，人类也也遭受了很多灾害啊。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你今天出那么大的能量出来，你真的有确定认为说那么大的能量你有办法去完全的掌控它吗？有没有可能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怪兽，反而就对啊？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还是要很小心的。我们常讲说还有一个核能发电厂跟一般的武器核武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反应速度，它核分裂是怎么分裂的呢？你用中子打它，把它打成这样子，好，打出来之后变成更多中子，有没有？刚才我们不是讲说，基本上你用这个铀235的话，你打一个中子进来变铀236嘛，因为中子加进来变铀236嘛。那铀236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它会分裂变成 Ba 跟变成 Ki， 然后会有3个中子跑出来嘛。这个3个中子呢会继续再打，就连锁反应了。这就是炸弹，核武就是利用这样子，一个变成3个，3个变9个，9个变成81个，81个就它完全不控制那些繁殖增生，所以说出来的能量就很大，嘣！核能发电厂不能这样子，所以它要控制它的浓度，而且它要控制什么样？叫 critical reaction， 就是都是维持一定的速率。所以说它必须要，比如说我现在的就是反应速率就是1颗打1颗，之后的话我就要把这个其他的吸收起来，然后用什么方法把它吸收起来，让它维持反应速率，我们可以控制，不然的话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核能发电厂也不能说关就关啊。你又不是像火力发电厂说，我今天就把什么东西给那个什么当然了，火力发电厂是说，那我就不给它燃料，或把氧气关起来，它就熄掉了，对不对？核能发电厂你也不能讲说我进去里面把那核燃料拿出来，不行，核燃料封在里面也不能拿，所以说你只能用一些方法让它反应速率逐渐的慢下来。所以一个核能发电厂从关到关机，可能需要几个礼拜，以礼拜计的，它会慢慢的那个反应速率会慢慢低，基本上到时候就是变成说，本来是核燃料是这样，它就会有一个主角体把它放进来里面，所以后续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东电的后续它还都一直有一些问题发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了解这个核能发电厂跟核武之间的差别，浓度不一样，反应速率不一样。OK， 所以说基本上差很多了，是吧？核融合就是刚好相反，有没有？你基本上你就把2颗氢，把氢挤在一起，它变成氦。不岛1号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他们做灌水之后还要加一些化学药品吗？就是希望把中子吸收起来。一旦中子吸收起来的话，反应速率就会比较慢嘛。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快一点控制它的反应。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去把它已经受污染的水，要把它处理掉，这样子。这样子应该对核能的原理应该有点了解了吧？核能发电厂其实它的 cycle 就是怎么样？第一个就去采铀矿嘛，那铀矿里面精炼，那精炼之后就发电，那都变成核废料。其实核废料当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啦，因为它的半衰期是以万年计的啦，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呢，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梦但是这个梦能不能达成，我想我也不敢可能达成的机会可能短时间之内也不太可能。就是核废料在使用你可以再精炼，你不可能让它浓度就变成0了嘛，它里面或多或少还是有铀矿的成分，再把它精炼，再变成新的那个核燃料再使用。所以其实很多核废料，现阶段的核废料比较
比较没那么敏感。早期比较旧型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旧型的那个反应炉，核废料美国都还要查核的，都要查核说你的核废料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很怕你拿去精炼，然后做成核武啊。所以说，其实核废料如果以核能专家的眼中来讲，是一种未来可以使用的再使用的能源啊。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这样子。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说核废料再使用呢？再说了，不过这是一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东西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它的核废料基本上你要嘛就可以直接存在什么一个永远人都到不了的地方，比如说好像前日不是芬兰吗？好，就弄一个地下10公里的那种，他们本来就坑道很多嘛，那种山洞很多嘛，然后再把它加工一下，就一个地下10公里的那种空间，他就把它埋在里面嘛，啊，这个地方就保证说你都永远不会再出现这样子，对吧？当然，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这是现阶段没有方法里面的好方法，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在使用这样。